商务部10号在官网发布公告，就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进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在中欧仍就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磋商之际，外界对此次调查颇为关注。11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任新闻发言人何永乾亮相，并就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此次调查在2025年1月10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5年4月10日。有关调查结论将适时对外公布。7月10日，商务部宣布对欧盟补贴和贸易投资壁垒展开调查。公告发布后的首场商务部记者会，中外媒体闻声而动，会场里3层外3层围着不少人。新任发言人何永乾亮相首问，便对中方发起的贸易壁垒调查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对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相关做法依法依规进行调查。下一步将采用问卷、听证会、实地调查等方式，向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确保调查公开、公平、公正。据介绍，何永乾是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兼任新闻发言人，长期从事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相关工作，具有丰富商务工作经验和良好沟通能力。公开报道显示，他曾任商务部台港澳司港澳处处长。对于这次商务部对欧盟发起的最新调查，公告显示，被调查措施主要是欧盟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国企业开展的初步审查、深度调查以及突袭检查等调查中采取的相关做法。调查涉及的产品主要是铁路机车、光伏、风电、安检设备等产品。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调查颇具针对性。事实上，所谓外国补贴条例是去年7月欧委会才通过的新条例，主要针对非欧盟国家企业到欧盟投资以及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情况，在违反相关规定时，不得在欧盟内部收购以及不允许参加公共招标项目。很显然，欧盟对这一条例是现学现卖。今年以来，欧盟多次援引该条例对中国企业发起调查，包括2月对参与保加利亚电动列车招标的中企进行调查，4月对参与罗马尼亚太阳能发电园区公开招标的中国能源企业进行调查，6天后又对在西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展开调查等。观察指出，欧盟对外国资本需求量非常大，有能力在欧盟进行大型投资能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但很显然，欧方的条例针对了中国企业。一个是双方争取磋商解决问题，那另一个如果说磋商不成，那么我们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维护我们企业的合法权益，反制就需要出师有名，就要针对欧盟对我们的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它哪儿不合理，哪儿不合法，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呢，也能够对于欧盟也会产生震慑作用。欧盟中国商会曾就这一条例的出台发声明，指出其不公正性，认为其赋予欧盟机构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关键定义外国财政资助过分宽泛，是针对在欧中企的系列做法涉嫌歧视性执法，对在欧中企正常经营活动和商业发展造成严重干扰。香港南华早报认为，欧方条例针对中国企业的用意明显，这是中方必须进行反制的原因。对于中国商务部的最新举措，美西方舆论高度关注。美国彭博社认为，与国际惯例一样，中方的调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期间存在谈判的窗口，包括双边和多边磋商机制等。反制措施必然是对等的，不排除会出现与欧方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德国商报报道称，该国商界担忧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阻碍国际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7月5号，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最长持续4个月至11月。期间，欧盟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期5年的正式关税。目前，中欧双方正就此进行谈判。11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何永乾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应。目前，中欧双方正在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事实和规则是磋商的2大支柱。这里的事实是指双方认可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单方认定的所谓事实。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认为，中方最新举措是中国应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不合理关税举措的其中一部分。中方借此提醒欧盟国家，如果真的开打贸易战，对欧盟国家来说一定是失大于得。无论是欧盟和美国，这些年针对电动汽车产业的补贴现在是越来越大，那各国采取一些政策去支持这个电动汽车产业，那扩大电动汽车的普及，那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欧盟本身自己这么做，你同时又拿这个补贴作为由头去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么做它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对于外国企业在华倾销行为，中方一向依法应对。例如，商务部于今年初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定于7月18号在北京举行听证会。在例行记者会上，何永乾就此事强调，商务部将在依法保障各方权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裁决。那么，中欧双方的市场呢，一直是高度互欠、高度依存的。可以来讲呢，中方是具有充足的反制手段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就其的农产品，并且考虑就其乳制产品，并且呢，也不排除会就欧方的大排量的汽车或者是飞机等相关的产品进行反制。事实上，欧盟内部对保护主义也有不同声音，因为欧盟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对中国产电动车加税，无疑将损害自身利益。路透社报道称，欧盟国家在该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凸显出在中国可能拿出反制措施的背景下，欧盟在推行有史以来最大贸易案件上争取支持所面临的挑战。据路透社对欧盟各国政府进行的一项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总人口数量占据欧盟40%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表示将支持关税。捷克共和国、希腊、爱尔兰和波兰仍在就此问题进行商讨，德国、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则投出反对票。按照欧盟的投票规则，如果只有40%的人口赞同加税，而反对的人口达到60%，欧盟很可能在11月之前取消对中国电动车的额外关税。观察指出，欧盟内部很清楚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排除是借加税来推动中国电动车企业加大在欧洲的投资，但无奈中欧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搁置，这也让欧方想要的结果难以在短期内被看到。欧方此次针对我们电动汽车产品的反补贴调查是具有明显的政治驱动特征的。那么在这一背景之下呢，双方磋商的复杂性就进一步上升。而且呢，在现在呢欧盟机构换届的这个特殊背景之下呢，我们也看到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呢，也存在复杂的博弈空间。本月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政府近年来多次重申其拥护自由贸易、反对加税的立场。当地时间7月10号，匈牙利国家经济部长纳吉马顿在布达佩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匈牙利向欧盟竞争力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包含一揽子措施，以加快欧盟向电动汽车转型。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7月8号刚刚访华，他在访华期间，匈方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条短片，就出现了多家中国新能源企业。中国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启动对欧盟涉中国企业贸易投资壁垒情况的调查，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在欧盟，它以所谓的去风险反补贴为名义，对中国产的新能源车开征临时附加关税，引爆中欧的贸易冲突之后，那么中方依法采取的又一波的强力行动，而且呢，反击的力度在升级。那么众所周知，欧盟开征的临时附加关税已经在这个月的4号确认生效，5日起正式开征。因此呢，美国彭博社将中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第28号公告称之为 "Tit for Tat Investigation"， 是以牙还牙的对等调查。彭博社就称，中国与欧盟这2大贸易区向全面贸易战又迈进了一大步。根据商务部的公告，这次呢调查它涉及到铁路、机车、光伏、风电、安检设备等等产品门类。那么这些呢，也是中国相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欧盟最近这几个月呢，一直在动用所谓各种新工具来对中国企业做定向的打压，搞各种贸易壁垒，美其名曰是在捍卫欧盟的产业利益。那么商务部接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商会的调查申请之后，确认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那么这也是在依法主张中资企业的合法权利。
根据公告以及2份附件的内容，一旦商务部调查确认欧盟相关举措违法，那么中方将会启动双边争议解决的磋商程序，并且呢将会采取其他的适当措施。而附件呢也在明确，适当措施包括中国商务部根据相关建议采取的报复性的措施。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中欧贸易争端的扩大化与全面升级，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今天，商务部新亮相的发言人何永乾，他也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就强调，商务部将会确保调查公正、公开、透明，有关调查结论将会适时对外公布。商务部发起的调查将会在明年元月10号之前结束，那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期到明年4月中旬。而就在今年的11月，欧盟将会就对华新能源车的附加关税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美媒就分析，鉴于中欧贸易争端的这个核心领域是在新能源车，那么这一领域它的谈判进展很可能会影响其他多个领域的调查与博弈。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指出，中国元首访问欧洲期间，曾经在巴黎总统府明确表示，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不论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来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欧盟方面如果一意孤行打关税战的话，那他所面对的一定会是杀敌800、自损3000的惨败结局。那么，商务部的最新公告可以说也预告了这样一个结局。也因此抓紧这最后4个月的窗口谈判期，来真正寻求妥协，来谈出办法，才是欧盟的止损之道，也是出路所在。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自8月1号起，将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3倍，达到100%以上。不久后，欧盟宣布，自7月5号起，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向深圳卫视表示，美欧相继对中国电动车祭出关税大棒，目的有所不同。美国并非中国电动车的主要出口市场，将税率猛然提升，对美国内产业发展的保护作用不大。拜登政府这么做的原因，更多出于选举方面的考量，而欧盟的情况大为不同。坦白说已经有人在点破他的真正目的了。他实际上真正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去投资生产。他苛这关税没有意义嘛，因为有些国家又做不出来。我们讲白了，当年日本丰田的崛起，最后用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解决。你就是有利要共享，要么就是对方来中国建合资企业，要么就是你去对方的国家投资嘛，就这样嘛。那中国大陆目前做的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德国就跑到中国投资嘛，那这个特斯拉也跑到上海投资，对不对啊？外界注意到，欧盟的中国电动车企业实施了分级加征关税的政策，税率从27.4%至47.6%不等，但这只是临时关税，距离最终关税政策落地仍有4个月的谈判协商时间。郭正亮认为，中国是欧盟第2大贸易伙伴，欧洲各个国家和中国市场的连结很深，因此摆在中方谈判桌上的筹码并不少。欧洲也不敢乱来啦，比如说你要课我关税，是不是？是17到38嘛啊？那我也针对德国的气缸比较大的汽车来课税啊，就是豪车嘛，那德国也受不了啊，不然就针对你西班牙的猪肉来课税吧，啊，丹麦也有猪肉啊，或者针对你法国的白兰地来课税吧，就中国大陆是有筹码的啦，因为欧洲各国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各不一样，可是都有相当大的比例啊。因为中国大陆实在太大了所以你真的要跟他打贸易战，我认为对欧洲是损人不利己的所以我认为最后一定会在中国陆续宣布那个投资案的情况之下，然后慢慢解消掉了。在郭正亮看来，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动车产业让美欧如临大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供应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产品性价比高，受到消费者欢迎。现在已经有人在抱怨美国嘛，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在美国刚买了一辆特斯拉，它的价格是$53,800，那人民币就已经20几万了，对不对那你如果在中国买这个电动车，最便宜的可以到7万，
7万啊，人民币啊，这个，所以你去想一想，人家那个压低成本的本事啊，那美国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嘛。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我这次去深圳，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苹果手机跟特斯拉汽车啊，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是这样啊，因为它非杀价不可，不然你卖不出去啊，你竞争者太多了。上月底，郭正亮受邀开启为期2天的深圳行。在参观完车企比亚迪后，他惊叹：中国电动车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喜爱，就是因为一直在考虑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创新。比亚迪确实有一些令我惊艳之处。我去才知道王传福本来是做电池嘛，那这个目前也变成他的比较优势。我们看到他在汽车的各种创新的功能，不断的在突发奇想啊。那你会问为什么外国车都不在这个方面努力？比如说180度把车子挪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技术并不是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就比亚迪在做啊？那你就觉得他有用心了啊。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说它可以在一个停车场你远处叫车，然后它可以自动驾驶把车开到你面前。我觉得这一波的中国的电动车，当然不止比亚迪啦，也包括华为啦、蔚来啦，一大堆。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我认为是已经不只是创新了啦，给我感觉是一种革命啊。就是说，他把人工智能啊，然后跟自动驾驶、跟电动车整个整合了啊。那当然还有电池的创新了啊，比如说它的续航力啊，中国大陆的起跳大概是800公里哦。我们台湾大概不到500呀。给郭正亮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电动车的智能化发展，他形容这是一种新的科技革命。因为你只要在中国开过车啊，使用过它的人工智能平台啊，你大概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开车都不适应，你觉得太不方便了。中国大陆那个人工智能的平台的整合啊，它已经跟整个物联网都整合了。比如说你如果用华为的鸿蒙系统跟你手机整合，跟物联网整合，跟你的居家也整合，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通的啊。那你还可以在上面预定东西啊，买东西啊，手机就连线到那个萤幕，就好像一个 PC 的萤幕一样啊。这个我看全世界没有这种体验啊，我在台湾也没见过啊。它卖出去的不是一辆车，它卖出去的是一个生态系。就是你那个未来高科技的生态就是这样啊。在深圳停留的2天时间里，郭正亮还访问了大疆，打卡极具现代感的港下北地铁站，体验了扫码乘车的快捷便利。白色的。真正就给我感觉到处都是科技人才的感觉啊！你要试验新的公司啊，我认为空间是最大，也最有机会找到钱啊。那它基本上联合着周边的发展嘛，你也知道，这个跟那个中山啊，现在深中通道也打通了嘛，那未来跟珠海也要打通嘛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啊，它就变成一个核心的城市啊，甚至有人跟我指了一条路啊，说这条路就是美国科技战的主要对象，都在这条路上，所有的美国忧虑的高新产业。我看至少有6、7成都在深圳。北约华盛顿峰会10号发布充斥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的联合声明，大肆渲染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甚至直接污称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决定性支持者。对于北约的首次直接警告，中方予以严厉驳斥。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首次联署北约峰会声明。但为何说拿中国当借口圆不了北约的亚太梦呢？当地时间10号，北约发表联合声明，再度拿所谓援俄一事对华发弹，甚至误称中国是所谓俄乌冲突的决定性推动者。美联社称，北约通过了措辞严厉的公报，明确表明中国正成为北约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认为，这对北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直到2019年，北约从未正式提及中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语言相对温和。但此次的声明首次对中国发出了直接警告。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
还宣称，这份声明是北约对中国发出的最强信号。他荒谬地表示，明确界定了中国在俄乌冲突方面的责任。I think the message sent from NATO from this summit is very strong and very clear. 斯托尔滕贝格宣称，中国出口的设备和微电子产品是俄罗斯能够制造导弹、炸弹、飞机和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他还宣称，这是32个北约盟国首次明确阐述这一点。对于这份宣言中充满挑衅、谎言、煽动和抹黑的涉华内容，中国驻欧盟使团第一时间予以驳斥，向北约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表示，中国言出必行，从未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一向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包括民用无人机出口。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外部干扰和胁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驳斥了北约的指控，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而是致力于劝和促谈。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符合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原则，无可指责。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北约峰会相关话题被中外记者反复提及4次，可见全球媒体都已意识到，此次北约峰会中释放的对华态度相当不寻常。在回应中，发言人宁健一方面梳理历史经纬，系统揭批了北约组织为了壮大自己而挑拨中欧关系、搅乱亚太的动机；一方面列举事实证据，粉碎所谓中方军事支持俄罗斯谣言，并曝光西方支持冲突的手段。发言人攻守结合的回应背后，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长期贡献世界和平的国际信誉。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毫无道理，用心险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拨中欧关系，破坏中欧合作。香港文汇报评论称，北约各国厌战情绪高涨，近期欧洲多国选举，右翼势力大胜，这些右翼多数反对深度介入冲突，表明本国利益优先于俄乌冲突。在此情况下，北约骑虎难下，一方面称乌克兰变本加厉，提供的武器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范围升级；另一方面，北约试图将中国拖下水，将战事失败的责任推向中国，好减少自己的压力。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和北约官员频频炒作所谓中国驻俄论的同时，北约还不断深化与新西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4个亚太伙伴的关系，引发法国等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担忧。以上4国已连续3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在宣言中，北约肯定了所谓印太伙伴对该组织的重要性，并表示正在加强对话，以应对跨地区挑战。为对抗中国，北约及其亚洲伙伴在美国的领导下更加紧密。美联社以此为题报道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9号称，北约将与印太伙伴启动4个新联合项目，涉及乌克兰、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旨在应对共同挑战。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主席肯尼斯·温斯坦宣称，加强网络安全、打击虚假信息和认知战方面的合作是对抗中国战略的关键要素。他还说，深化和日本等国家的国防工业合作，可以将国防生产供应链延伸到北约以外。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一如既往表现积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前往華盛顿之前就宣称，要借機巩固北約與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伙伴之間的持續合作關係。欧州大西洋とそしてインド太平洋、この2つの安全保障環境は不可分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各国首脳と、認識、確認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据悉，日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财政援助，并向北约基金捐款。该基金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探测系统等非致命设备。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政府人士消息称，日本和北约组织建立共享高度机密安全信息专线的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曾经代表日本外务省派驻北京并担任过日本众议员的黄学馆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副教授村上正俊表示，北约峰会邀请岸田出席的目的有2个，一是通过积极支援乌克兰的岸田的参与，重新加强出现援助疲劳迹象的北约成员国的团结；二是针对中国加强印太地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从美国的战略出发呢，他是希望把所谓的欧洲安全和亚太安全呢，放在一个框架里去看待，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避免美国呢出现所谓的战略资源分散，而导致在欧洲和亚太两头顾此失彼的这样一个情况。
外界也注意到，日本和北约的关系也不太稳定。前几年曾有媒体曝光，日本有意在东京引入一个北约办事处。据称，日本的想法是迎合北约的全球化北约战略，帮助其开设在亚洲的首个办事处。期间，日本政府还就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出资等问题给出了赞助措施，但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去年，法国就曾公开反对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主张北约应继续关注北大西洋地区。马克龙曾警告，如果推动北约扩大光谱和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下一个大错误。德国柏林报称，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将军事重心更多转向印太地区。但一些欧洲成员国的利益与美国并不相符。德国商报就注意到，尽管最终妥协了，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初拒绝在此次峰会上与日韩澳新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巴黎担心中国可能将北约与亚太国家更密切的关系解读为挑衅。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经提出，欧洲呢实际上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战略附庸，应该更多的坚持自身的战略定位，而且去完善和建立自己的一个安全架构。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美国仍然是北约的主导者，那显然，北约大的方向呢，现在仍然是朝着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去运动。75周年峰会宣言中明确表示，会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供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对于这次北约峰会，外界普遍预计，它的最大看点就在于会不会公开承诺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会不会制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而从北约峰会宣言中明确表示，会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提供一条不可逆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的端倪就是，北约已经基本上做出了接受乌克兰入约的承诺。但是并没有为乌克兰入约制定具体的时间表与路线图。那么，北约会为乌克兰入约提供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这背后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第一，在当前俄乌冲突仍未结束的情况下，北约不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因为假如在俄乌冲突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允许乌克兰火线加盟，实际上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北约必须要直接下场参战，这将引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核大战，这是北约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第二，虽然暂时还不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但北约仍然会通过继续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来变相承担保护乌克兰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会进一步加大军事援助力度，以帮助乌克兰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第三，一旦乌克兰在北约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击败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那北约铁定会接受乌克兰的入约申请。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北约没能提供乌克兰入约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这就是北约有史以来对乌克兰入约问题做出的最为明确的回应。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乌克兰梦寐以求以及俄罗斯坚决反对的事情，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本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吊诡，也非常让人唏嘘。正是因为俄罗斯方面声称的为了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导致的俄乌冲突，最终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有了最终的眉目。而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才使得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下的北约突然垂死病中惊坐起。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才使得原本无意加入北约的芬兰与瑞典也最终加入了北约。同样，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虽然乌克兰摆出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加入北约的姿态，甚至为此进行了全国性的公投，并将其写入了宪法，但是北约却是对此视而不见，从来就没有把这件事情真正提上过议事日程。这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间存在着克里米亚领土主权争议，而北约是不允许这类国家入约的；二是因为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三是因为俄罗斯不仅是世界第2军事强国，而且是世界第1核大国。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没有胆量接受乌克兰入约这件事情，
包括乌克兰、北约，甚至是俄罗斯，都是心知肚明的。然而，正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反而使得原本患得患失的北约最终变得毫无顾忌了，为乌克兰入约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在这次北约75周年峰会上，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相关国家还在积极推动北约介入印太事务。那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注意到，对于北约会不会从大西洋地区踏入太平洋地区，从大西洋的警察变成太平洋的警察，甚至是整个地球的警察，外界一直是有不同的判断。我认为，在美日等国家的台前幕后运作下，北约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将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对此，相关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一定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背后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中应运而生的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安全组织，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组织。那么，随着旧冷战的结束，再加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面来讲，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领土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在欧洲与大西洋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为冷战而生的北约必然就会寻找新的冷战对手。这个时候，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印太或者是亚太地区，就必然会成为北约瞄准的新战场。第二，我曾经说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最终的图谋是要借助这场俄乌冲突，推翻与重塑当今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的世界秩序。其中的重点就是要利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来取代因为5大常任理事国不和而陷入困境中的联合国安理会。这也就意味着，北约一定会从大西洋的警察变成全球的警察，尤其是变成动荡不安的太平洋地区的警察。第三，由于国力与军力的此消彼长效应，美国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独自掌控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再加上由于韩日之间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以及绝大多数印太地区国家都不愿意介入美国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穷全力拉拢的印度和越南，还出现了头号俄罗斯的迹象。这些都使得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印太版北约的计划变得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将现成的北约引入印太地区，实际上就成为了美国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8年前，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被该国县政府用作所谓法律战的借口提起新仲裁。中国几家智库机构联合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指出仲裁裁决存在重大谬误和瑕疵，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与此同时，菲律宾企图加速武装化南海，除了拉美国及其盟友搞军演，还传出要购买潜艇，但遭到外界强烈质疑。对于菲律宾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无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管控分歧、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而单方面提起仲裁，中国政府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中国政府不会承认仲裁庭做出的非法裁决，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1号上午，华阳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在京联合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报告重点从领土主权、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沿海群岛、岛屿制度等方面入手，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是中国智库对仲裁裁决进行的又一次深度学术消毒。这是中方针对南海问题连续第3天发布重磅报告。8号，中方发布仁爱礁环境生态调查报告，揭露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破坏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事实。但菲方对此不仅百般狡辩，还反咬一口，声称中国破坏南海生态。在11号的发布会上，深圳卫视记者就此提问著名南海问题学者、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他表示，菲方的指责毫无科学依据，还无理引用南海仲裁案裁决，纯粹是恶语相向。
我们的报告是有科学依据的，有卫星图片，有现场实勘，有专家结论。他做的全是这种政治术语，抹黑性的、攻击性的，而且似乎就有的就是有那种骂街的感觉。吴世存还表示，菲律宾扬言要再次提起针对中国的新仲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仲裁裁决余毒没有彻底肃清的表现。中国是南海诸岛真正的唯一主人，也是南海有关海洋划界争议的当事方，需要从南海有关争议产生的历史经纬和事实真相出发，反复的、持续的对仲裁裁决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消毒，从法理上将这个长期破坏国际法治的毒瘤彻底清除掉。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军方夏季以来演习不断，10号还派出空军赴澳大利亚参加联合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的7黑24大型联合军演。据悉，参演的包括美国、德国、印度等20多国。这也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度派遣战机到海外，派出了4架 FA-50战斗机和大约162名军人。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一演习基本都在弱光条件下进行，所以被定名为7黑。今年的演习规模为历年来最大，参演兵力约4400人及140多架各型战机。值得注意的是，美方罕见派出 F-22隐身战机和 MV-22鱼鹰运输机等参演。在联合军演之前，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表示，菲方希望购买远程多功能战机，不过具体购买哪一种战机暂未做出最后决定。除了战机，美国商业内部网站还爆出猛料，称菲律宾正在计划购买首艘攻击型潜艇。外界注意到，这实际上是菲总统马克思今年2月提出的军队现代化第3阶段方案的内容。当时菲律宾海军部门曾宣称，购买的潜艇肯定不止1艘。美国媒体认为，菲律宾想购买这种昂贵装备的唯一原因是应对中国。按照菲律宾军队的3步走现代化计划，2023年至2028年为第3阶段，其重点是帮助该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包括新采购大量军舰。但美国媒体认为，菲律宾军队第3阶段现代化计划充满不确定性。例如，按照其以2个4年计划和1个5年计划组成的3步走设想，总共需要400亿美元经费，但目前其中仅有一小部分得以落实，第1和第2阶段目标都未能完成。例如，菲律宾海军打算购买80多艘包括潜艇在内的各式舰艇，但是菲律宾海军至今只采购了大小5艘护卫舰、6艘近海巡逻舰以及9艘导弹艇。尤其受到外界质疑的是菲律宾海军购买第1艘潜艇的计划。美国媒体认为菲律宾根本买不起。据悉，此前菲律宾已经向拥有常规柴电潜艇出口能力的法国、西班牙、韩国和意大利等国询价，但最低的价格都超过5亿美元，这几乎是菲律宾一整年的国防预算。因此，外界认为菲律宾极有可能购买2手潜艇。有报道称，菲律宾政府已经编列了采购2艘新型潜艇的预算，总计1亿至1.25亿美元。据悉，欧洲最大的军用舰艇制造商之一法国海军集团已明确表达与菲律宾合作的意向，出售计划由2艘鱿鱼级潜艇、培训人员在苏比克湾建立基地3部分组成。分析指，菲方还有可能与韩国继续深化合作。截至目前，菲律宾已经向韩国订购了4艘护卫舰和6艘大型巡逻舰，以及多架 FA-50轻型战斗机。菲律宾2023年 GDP 不足4000亿美元，但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报道指出，马克思总统给出的第3阶段军事现代化总预算高达345亿美元，是此前第2阶段经费56亿美元的6倍多。菲防长宣称，这一计划具有可支持性、可持续性，并且具有富余，这也吸引一些国家前来推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1月访问马尼拉时，曾承诺在已经向菲律宾提供12艘巡逻舰的基础上，再向马尼拉赠送7艘巡逻舰。而且菲律宾政府宣称正考虑向法国或韩国采购2到3艘攻击型潜艇，并且还想向印度采购超音速反舰导弹。时事评论员朱江明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对于菲律宾的海军而言，飞机、潜艇以及快艇是其唯一发展方向，因此在菲方看来，购买潜艇能够以低成本来快速增强其海军实力。不过朱江明也指出，除了购买力，后续的维护及操作能力的培养是菲方必须面临的问题。购买了之后，它是否有能力去运作它？因为毕竟后续有很多的这个维护啊、保养啊这些方面的成本。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菲律宾海军呢，它本身过去没有操作潜艇的这个经验，所以说它能不能训练出合格的这种潜艇兵，尤其这种风险比较大的在水下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多久能形成战斗力，这个点也是很有疑问的。朱江明进一步分析，一艘潜艇无法改变菲律宾与中国的实力差距，是聊胜于无的存在。因此，菲律宾向其美国盟友购买潜艇，更多像是在交保护费。就连印度《欧亚时报》也承认，菲律宾的海上力量与中国比起来相去甚远。那一艘没法改变，他要多买几艘呢，是吧？或者说他觉得自己那个多买几艘啊，这个一个是给美国交了保护费，另外一个呢，他在盟友之中的地位呢也会有所提高啊，因为毕竟来讲呢，他也自己非常清楚，就是说单独对抗中国不太现实啊，但是一定要抱紧这个美国啊以及这个西方世界啊给他的增援。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压力陡增，除了国会多名参众议员不再支持他，更受打击的是拜登的多年好友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也发出劝退言论。在美国已引发连锁反应的当下，面对媒体面前沉寂数日的特朗普终于露面，不仅对拜登下战书要求再度辩论，还将矛头转向了副总统哈里斯。美国媒体认为，成功主持一场盟友的大派对，或可有助于挽回美国民众对拜登健康的信心。在北约峰会上，拜登的发言声音响亮，逻辑清晰。对比几个星期前在首场大选电视辩论的表现，被媒体形容为判若两人。然而，短暂的高光表现并未挽救拜登在民主党内的支持度。7月10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彼得·威尔奇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公开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成为第1位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是第10位呼吁其退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尔奇称，他认为拜登需要重新评估自己是不是最佳的竞选人选，并指出，当前的对话主要集中在总统的年龄和能力上，这对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破坏。在民主党内部也陆续有不少人表态支持拜登继续参选。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比例仍然较高，其中就包括一众民主党内大佬，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以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等人。And are you confident Biden can win in November? Yes. Is Joe Biden the best person to carry the Democrats' message?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铁杆盟友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的态度。他10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大赞拜登在北约峰会的演说表现优异，但拒绝表明是否希望他继续参选。It's up to the president to decide if he is going to run. We're all encouraging him to make that decision because time is running short. 近期就拜登退选一事，佩洛西已多次接受媒体访问，但依然被记者穷追不舍。10号，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国会走廊一路追问佩洛西。President Biden, what you said this morning. I'm not having any conversation with you or anybody else about what I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about. We don't do this, y'all. 记者的连番追问也惹恼了佩洛西。I'm not speaking English to you. I'm not going to be making any statements about any of that right now in the hallway. 除了党内的反对声音，对拜登打击更大的来自于其多年的好友，曾经的铁杆支持者乔治·克鲁尼。他在媒体上发文呼吁拜登退选。事实上，就在上个月，乔治·克鲁尼与茱莉亚·罗伯茨、芭芭拉·史翠珊等一众好莱坞明星，还曾在加州为拜登共同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筹集了创纪录的3000多万美元。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I love Joe Biden, but we need a new nominee.The one battle he cannot win is the fight against time. It's devastating to say it, but the Joe Biden I was with 3 weeks ago at the fundraiser was not the Joe Big Effing Deal Biden of 2010. 而另一位好莱坞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表示，对乔治·克鲁尼的看法表示赞同。I think it's a valid point. I mean, I'm deeply concerned. 10号当天，拜登在白宫会见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而乔治·克鲁尼的相关言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各家媒体一片嘈杂的提问声中，拜登只是笑而不语，并未回应。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由于好莱坞明星在吸金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很可能成为压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面对外界巨大压力，拜登依然坚持参加竞选。当地时间7月11号，北约峰会闭幕当天，作为东道主的拜登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单人记者会，并接受媒体自由提问。这场备受关注的记者会恐将决定拜登的最终去留。特朗普确实在辩论后，他相对于拜登的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但是呢，也远远没有到所谓的说这个一个非常显著的领先的幅度这么样一个水平。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也反映出来啊，民主党内现在不少精英啊，他们存在一种赌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临阵换将肯定会对民主党的选情同样带来很大的打击。我想这个接下来可能1个月到这个8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这些工作可能它是需要加快去推进，否则的话，再这样拖下去，可能会对民主党的选情造成更大的不利的影响。就在拜登身处水深火热之际，首场辩论后沉寂多日的特朗普终于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在佛罗里达州出席竞选活动时向拜登下战书。Let's do another debate this week so that Sleepy Joe Biden can prove to everyone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time it will be man to man, no moderators, no holds barred.Just name the place, anytime, anywhere. 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首次将矛头对准了副总统哈里斯，还嘲讽民主党正陷入全面崩溃，已经无人可用。Democrat Party is divided in chaos and having a full-scale breakdown, all because they can't decide which of their candidates is more unfit to be president: sleepy, crooked Joe Biden or laughing Kamala.Laughing Kamala.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从特朗普的言论看，共和党已经为民主党换人做好了充分准备。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虽然哈里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拜登的人选，但不少民主党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哈里斯在白宫任职期间一直饱受成绩不佳和支持率不高的困扰。他其实呢存在一些短板，比如说他的民调的支持率比特朗普和拜登还要低啊，也就是说，美国的选民呢并不买哈里斯账。